这是先皇真正的遗诏。大胆！这是天子，这是假的。陛下，这是先皇的亲笔。真正的新君本该位，周够了。是的，不可能，父亲没有写过。父皇驾崩的那天，只有我在场。谁给你们的这份遗诏，一定是假的。是我。这遗诏，先皇早已拟好，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太子殿下，你怎能如此冲撞陛下，如此莽撞啊！陛下已经久病不起，经不起折腾了。兹尔无地高朗，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，天命不于常，违规有德。今皇嗣不封，幼子暗弱，而时朝暗涌，恐朕薨乃后，群凶肆逆，事失其序。唯托吾帝神武厚德，为卿驱下，保随宗庙，福泽万民，敬训而位，天禄永终，以速成天命。那又怎样？如今朕也是天子，爹爹他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。我说不当皇帝，岂不是没有人再在乎我了？爹爹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这个儿子，我又何必听从他的话？陛下，您错了。先皇生前最挂念、最在乎的就是陛下，他唯一的儿子。你胡说！陛下展开看看，便会明白了。这是父皇的手札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父皇一直写了好多年，记录他的见闻和所思所感，他写了好多本呢。只是他从来都不让我碰他的手札。他怎么在你手里？这是先皇生前托付给我的，我一直把它藏在侍御轩中，远离朝堂。先皇嘱咐我，若他的儿子平安喜乐，便不必交给他；若他的儿子感到迷茫无助，便把手札交到他手上。今日吾儿临世，报之，啼哭不止，怕是不得其法，需专门向乳母请教报孩之术。为吾儿取名，思虑已有数月，再不得名，怕将以娃娃称之，只得抽签为定，得名为玉，天定为玉，吾儿必为如玉君子。吾儿蹒跚学步，无人搀扶，已能走3、4丈远，甚为。这册子是爹爹从我出生一直记到他临终。爹爹，
爹爹，儿子错了，一切都错了。顾大哥，救我！看来人都到齐了。媳妇，你背叛我背叛的真是时候。我正发愁如何让顾相和柳老板主动前来与我一叙呢。你又帮了我个大忙，很好，我会赐你个全尸。当年你在勾栏救了我，为了报恩，我效忠于你。如今恩已报尽，我不后悔。柳老板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来日我为帝王，你来当皇后。骆子生，你我素未平生，你为何对我执念不休？这其中的缘由，你若真想知道，等你当上了皇后，我自会告诉你。既然如此，日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的。顾九思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我其实是兄弟。我爹可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他有，而且他有我这种光宗耀祖的儿子，是他的福气。只可惜，当年在扬州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于我手，看不到我荣登大宝的那一天。陆子生，咱们相识这么久，还从未好好聊过。听说你棋艺不错，咱们手谈一局如何？又在盘算什么呢？既然已经胜券在握，我怕什么？好。顾九思，人生当如棋局，步步皆为盘算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还有一桩要紧的事。拿先手。扬州之乱，就是你的先手。你以幕僚之名博取王审权信任，待其死后杀其子嗣，控制江南，取而代之，将扬州收入囊中。可你的目的远远不止于扬州。东都易帜，以便将扬州拱手让出，得元勋高位，自请为太傅，实则是为了接近太子，进而操控未来的储君。当年我在蓝效坊让西凤用跳马之局盯住范玉之时，却没算到他会是将来的储君。不过自那时起，我便确定范玉极易控制，手到擒来。你百般挑唆太后，逼我休妻迎娶公主，为的是让我和幽州派离心离德，失去陛下信任。眼见此计不成，你又勾结陆勇，
杀害库银案最大的证人刘春栽赃于我，欲断先皇一臂。可论远虑，你还是输了先皇一筹。你以退为进，自请降为工部侍郎，以修缮黄河为幌子，贪墨库银，豢养私君。你静待陛下驾崩，便要剑指东都。你已知晓思君之事，不错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并州军路远，沧州军势弱，唯有周高冷的幽州大军对你有威胁。所以陛下驾崩之后，你想尽办法要让幽州军全军覆没。为此，你伪造遗诏，令幽州大军出征南诏，再断其粮草。只可惜，柳老板破了我的局。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人。一计不成，你又看中了黑河谷上风的玄武，待幽州军凯旋经过此处，将其炸毁，引来山崩，便可假借天意，杀害30万有功将士。与此同时，你操纵新军弄权朝堂，与御林军暗通款曲。待思军兵临城下，无人擒王，届时你只需打开城门，便可黄袍加身，兵不血刃地登上皇位。罗子尚，我说的对吗？顾九思，你不愧是我挑选的对手。若此生不是仇敌，倒是有可能会成为知己。不过，你即便知晓这一切，也为时已晚。你不过是这棋局中一枚小小的棋子，而我才是下棋之人，我才是这最后的赢家。你不会当真以为先皇没有丝毫察觉吧？他许你太傅之位，并不是被你蒙蔽，而是以礼相待。他在为大夏争取时间。陛下知人善任，隐忍筹谋，将每个人都推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上。他花了3年时间，清理朝堂陈疴，修成黄河堤坝，平内乱戍边关，提振商贸轻徭薄赋，让大夏焕发新生。罗子尚，你自认为自己聪明绝顶，可这世间聪明的人太多，为何他们不走你这条路？因为每一条罪行累累、沾满鲜血的路，那都是绝路。所谓天下，是江山，是百姓。你想要天下，眼里就得装得下天下。若只落眼于玩弄权术人心，又怎能看清这一盘棋全局的样貌？纸上谈兵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，就有机会翻盘吧？啊？你的永州司军取到秘鲁关，正往东都而来，对吗？小厮，小厮，幽州军还活着，周高朗还活着，他们如今
抵过了沧州，出了山谷，正火速赶回东都。虚张声势，又想诈我？拿下！且慢！骆子商，你可认得这个？白玉京刚刚送到我手上的，你调动永州司军的兵符。周将军，燕儿，在。即刻将这道虎符通过白玉京送到顾九思手中。是。驾！幽州大军已经收到我的信报，绕过黑河谷，取到碧落关，伏击你的永州司军。你的司军因利而举，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与大夏真正的王师相比，不堪一击，已经悉数投降了。尔等御林军，甘当逆贼手中利刃，屠杀周家满门家眷。待周高朗大军归来，你们的下场会是如何？周高朗已经死了，绝不可能还活着，杀了他们！你们现在还有的选，屠杀周家满门家眷，本是骆子商的矫诏，你们也是被蒙蔽其中。但若执意为虎作伥，他在撒谎，别信他！我命令你们杀了他们！尔等御林军，全部退后！陛下，如果周高朗大军入城，你真的会出面保证我们的安全吗？听从我的命令，是你们现在唯一的生路。全部退后！骆子商，你输了。我输了。顾九思，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赢定了吧？可以拿先前那套天下百姓人心向背的漂亮话来评说我了？我不是评说你，我是希望你能死得明白。你的最后一步棋已经被我拆解。你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我的最后一步棋，并不是永州司军。我已在这整座大殿外布满了火药，只要点燃引线，顷刻之间，大殿爆炸坍塌，我们谁都逃不出去。